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来测试一款很多粉丝吹了很久的产品，酷泰科10号迷你电能棒。这个小钢炮到底充电速度如何，兼容性怎么样，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能打？其实这条视频能上线，我自己也挺激动的，因为我最近一个人同时在做10几个拆解项目，拆解、评测、录音、剪辑全靠我一个人，进度确实是有点慢，也感谢你们的理解和等待。每一条视频我尽量的做好，不只是看个热闹，更希望让你们看得值、看得懂。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先开箱再测试。这个10号超级电能棒迷你盒子设计风格还是酷泰科的经典风格啊，蓝色的酷泰科标识，商品的名称，充电宝的实拍图片，55瓦标识，1万毫安标识，底部条码信息，背面规格信息，产品图片。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还是经典包装，内部有一个内衬的盒子，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一根短的 CC 线，还附赠了一个挂绳，产品的中英文说明书，拿出充电宝本体，经典的酷泰科的电能棒设计啊，屏幕上有一层膜，我们把它撕掉，很精致，很小巧，比6号稍微大一点点，比30瓦的电能块要稍微高一点点。这是3个产品的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10号标准版，这个是10号 Plus，10号系列的3款产品放在一起对比一下，这个迷你的大家看着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外观很不错啊，非常的便携，安装挂绳的孔位在这里，屏幕的设计风格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采用了数码管方式来显示。3个充电口的设计 ，Type-C 口经典的蓝色舌片 ，A 口内部黑色的舌片，黑色面板条纹设计，旁边用蓝色的线圈进行点缀，这种设计语言就是酷泰科的经典设计语言。浮雕纹理的背盖设计，10号迷你的标识，酷泰科的标识。不喜欢用这种挂绳的朋友们，可以用这个数据线怼在2个 C 口上面，也可以用来当一个挂绳使用。这些设计说白了就是为了便携而便携。充电宝连包装盒所有的配件一起260克，单充电宝的重量是216克，这个算是很轻巧的了。充电宝的高度90毫米，厚度32毫米，宽度为50毫米。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进入我们测试部分的内容。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宝的规格信息和这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品牌名称：酷泰科10号超级电能棒迷你移动电源，产品的型号 PB1055，输入参数 C1 口最高55瓦 ，C2 口也是55瓦。输出参数的话，这里写了啊，多口输出5伏4安，最高20瓦。Type-C 1口单口输出最高55瓦 ，Type-C 2口单口输出最高也是55瓦 ，A 口输出最高33瓦。电池的额定能量值是 35.28 瓦时，额定容量是5600毫安，5伏3安的情况。电池种类锂离子电池，南京酷泰科技术有限公司，循环5年的标识。这个 logo 的含义是5年内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请勿扔向垃圾桶。3C 认证，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循环锂电池的标识，请勿靠近火源的标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这是 Type-C 1口，还是一样的非常精简啊。高通 QC 2.0 5伏9伏12伏 PD 3.0 45瓦，小米的50瓦。PD 3.0 点进去，最高档位是20伏2安40瓦。PPS 协议是5至11伏3安，5至20伏的 2.5安。然后这个 DCP 和 Apple 2.4 则是2个基础功率。Type-C 2口的协议我测试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比 Type-C 1口更加精简啊，就一个 PD 3.0 45瓦，小米的55瓦私有协议。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最高是20伏2安40瓦。PPS 2个5至11伏的5安和5至20伏的 2.5安，这个充电口 PPS 协议的功率比 Type-C 1口要大一点。还有就是 C2 口没有检测出基础协议。现在是 USB-A 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有融合快充 UFCS 33瓦功率，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华为的 FCP 18瓦功率，华为的 SCP 协议25瓦功率，三星 AFC 的18瓦功率，然后 DCP 则是基础功率。充电宝的快充兼容性也是衡量一个充电宝好不好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测试数据。小米手机就不用说了啊，酷泰科属于米家生态链的企业，支持小米肯定是100%的。我们先从荣耀手机开始，看看它的 PPS 支持的情况怎么样。这个线材太短了，影响我们测试。我们用这个标准的1米长的酷泰科6安线来测试。首先是 Type-C 1口，可以启动 Max 50瓦的快充标识，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4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C 2口，同样的可以启动 Max 50瓦的快充标识，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3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设备，真我13 Pro， 它可以支持 PPS， 也可以支持 UFCS。首先我们看一下 Type-C 一口，可以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瓦左右，没有问题。Type-C 二口一样的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USB-A 口直接启动融合快充33瓦，起始功率在25瓦左右。这个充电宝这种设定的话，对于绿厂品牌的手机，老款的支持融合快充，直接用 A 口，新款的3个口随便用。vivo 蓝厂的设备本来就不挑充电器，这个充电宝支持它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首先是 A 口，蓝厂的闪充标识，融合快充已经启动，起始功率大概是24瓦左右。再看 C 一口 ，PPS 快充已经启动，功率已经跑到30瓦左右。再来看 C 二口，同样启动蓝厂的闪充标识，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3瓦左右。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设备的兼容性。C 一口和 C 二口我们不用看，它只能走5伏2安的基础协议，因为它没有 FCP 和 SCP。直接看 A 口的功率，可以启动超级快充。真实功率跑个18、9瓦没有问题的。华为的设备大家都懂得啊，因为华为只公开了22.5瓦的快充协议，这些正规的第三方品牌能够支持到20瓦左右，也算是很不错的了。三星手机的快充兼容性，我们用这个 Note 10加能够启动快充 2.0 的话，就证明这个充电宝对 S23、S24 那些设备都可以启动高功率的快充。A 口显示快速充电，真实功率15瓦左右。C 一口显示快充 2.0，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8瓦。对于新款的三星更加是没话说的啊。C 二口同样显示超快充电 2.0， 27、8瓦也没有问题。能量转换效率是测试一个充电宝的核心指标，这个10 mini 的能量转换效率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我们会做5次的充放电循环，来综合的评估这一个产品。5次充电，我们全部用这一个酷耐克的6号电能卡片给它充电。目前充电宝还有51个电量，我们全部把它放完。这个酷耐克10号 mini 第一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39.65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32分钟。这个充电过程我做了一个监测，充到 36% 的电的时候，采集了一张温度图片，表面的温度是 46.4 度。第一次放电是放出 28.24 瓦时，放电的时间一共用了42分钟。在20分钟的时候，有 55% 的电量的时候，停止了输出，表面温度是 51.5 度。这一次放电是20伏2安40瓦的功率，持续的放电，一共停了4次。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34.25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29分钟。充电过程的表面温度跟第一次是差不多的。这一次放电是用的15伏3安的功率进行放的电，一共放出电量是 27.86 瓦时，放电时间37分钟。整个放电过程一共停了2次。这个充电宝第3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36.14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20分钟。这一次放电是用的12伏3安36瓦的功率放的电，放出电量是 29.76 瓦时，放电时间49分钟。这个49分钟中间停了1次。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37.95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29分钟。这一次放电用的9伏3安27瓦的功率放的电，一共放出电量是 30.58 瓦时，放电时间1个小时07分钟。这个放电过程中途停了1次。这个充电宝第5次充放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38.31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24分钟。这一次放电是用的5伏3安的功率来放的电，也就是15瓦，放出能量值是 31.05 瓦时，放电时间是2个小时05分钟。总共放出的容量是6308毫安。这个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5600毫安，我们放出6308毫安，已经远远超出它的额定的值，不存在虚标，而且还多了那么多。这个10号迷你的充电宝经过我们5次充放电循环，实测的数据都在这里，我算出来它的平均的实测转换效率是 78%。充电宝的额定的能量值是 35.28 瓦时，我们按照这个数值来换算，得出它的额定的能量转换效率大概就是 83.4%。5次充放电循环给我的感觉就是放电策略太怂了，其他的都还可以。这个充电宝我把它的电再一次充满了，这个是6号卡片充电器 PPS 55瓦的功率来给它充的电。大家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功率的时候是55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大概5分钟时间，后面就是42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大概10分钟时间，然后再降到25瓦左右的功率，
一共充了大概1小时05分钟，最后10几分钟是逐渐下降功率的过程，直到充满电。从0到100，这个充电宝一共花了1小时39分钟时间，这是 PPS 55瓦的功率给它充电的一个效果。然后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的手机，它的电池是6000毫安，这个充电宝我们测出来，它的容量有6300毫安，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手机给它充满。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功率是44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4分半钟时间。后面的话，平均功率大概就是25瓦左右的功率，一共持续了44分钟时间，然后充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时间的话，从1到100一共花了1小时05分钟，6000毫安的电池直接充满了，还剩这么多电。如果是应付安卓5000毫安的电池的话，更加是绰绰有余啊！苹果手机的3000多、4000多毫安的电池更不在话下。满电的情况，充苹果6.1寸充个接近2次没问题，充6.7寸的苹果充个1.5次也是没问题的。这些充电的话，我们就不用测试了。测试完这个充电宝的实际充电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自带的这个显示屏，它的功率显示跟这些专业的仪表有什么区别啊？精度上面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是5伏3安15瓦，我这个仪表显示的是 14.93， 这边显示15，四舍五入以后是差不多的。然后这是27瓦的显示，仪表显示的 27.06 瓦，这边显示的28瓦，有一点点误差了。然后现在是36瓦，仪表显示的是 36.1， 这边是37。然后这是45瓦，这边显示的是46，这个误差范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宝，它最关键的数据就是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会不会一如既往的酷待科啊？我们拭目以待。首先我们来测试 Type-C 一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7 毫伏，平均文波8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8.8 毫伏，平均文波 14.7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26.3 毫伏，平均文波18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7.3 毫伏，平均文波 30.6 毫伏左右。20伏 2.25 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6.1 毫伏，平均文波 41.8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2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4 毫伏，平均文波 8.4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9.1 毫伏，平均文波 14.5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5.7 毫伏，平均文波 17.2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3.3 毫伏，平均文波 30.3 毫伏左右。20伏 2.25 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4.1 毫伏，平均文波33.3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5 毫伏，平均文波 8.8 毫伏左右。这个 A 口的9伏档位只能拉出 2.22 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吧。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8.7 毫伏，平均文波 14.6 毫伏左右。A 口的12伏档位 1.6 安，也是20瓦左右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9.5 毫伏，平均文波15毫伏左右。这个酷耐科10号迷你充电宝文波一如既往的非常的酷耐科啊。这次我对这个酷耐科10号 mini 电能棒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啊，它是10号系列专门为细分市场打造的一款新品，相比之前的6号充电宝，容量明显提升了不少。不过它的放电策略做的比较保守，虽然这样设计有一点留一手的感觉，但正常给手机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整个测试下来，它的表现确实很不错，实际的能量输出很稳定，充满一部6000毫安的安卓手机，还有电量剩余，完全够用。而且它的文波控制非常的极品，一如既往的延续了酷耐科的高品质的传统。可以说这款10号迷你充电宝在这个体积和容量段位里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想找一个对手来把它打败，估计是很难的啊。我这边把所有测试数据都给你们测清楚了，产品到底值不值，就交给你们自己来判断吧。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